建有元代建筑、元代窑洞、元代彩塑的福圣寺，就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新绛县。此寺始建于唐代，后在明清时期多有修缮。如今其正殿弥陀殿及藏经阁下部窑洞为元代遗构，弥陀殿内彩塑为元代彩塑，其余皆为明清建筑。基于以上文物的价值，所以这里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与此同时，它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巡礼的第26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取景取的哪里呢？黑猴官网有这么一张原画，画面中怪物的头部便取景于新绛福圣寺的明王造像，这便是我们造访此处的缘由。我是从运城租车自驾过去的，一定要在头天晚上提前抵达新绛县城。酒店在这个小窄巷子里，出入巷子的时候把汽车车头撞坏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我选了这家店吃晚饭，新绛铜火锅这一锅肉价格是43元，还可以点几个馒头和当地人学新吃法。然后当天晚上一定要住在县城里，因为第二天早晨不能直接去福圣寺，而是要先到新绛县城隍庙，沿着侧面的路一路往后走，抵达新绛县文保中心，找到工作人员，先把进福圣寺的介绍信给开了。信上写着河北省天津市。什么叫河北省会呀？战术后仰一下，然后一路自驾到福圣寺，村里找个空地停车就好，余下的路走过去。现在我们来到了入口，发现这个大门是紧锁的，不过没有关系，介绍信上有文保员电话，直接打电话过去，把这封信交了就可以进门了。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的新绛福圣寺啊，一会儿咱们来好好逛一逛这儿。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弥陀殿里有一批人正在做数字化扫描，真是一关接一关，只好先和工作人员申请，在得到许可后，我终于走进了福圣寺的弥陀殿内。我们先看正面的造像，这是一佛二菩萨的典型搭配。既然殿是弥陀殿，那主佛当然是阿弥陀佛。此佛身穿半毯右肩式袈裟，以家夫坐姿安坐于3层仰莲宝座之上，而仰莲宝座的下边则是一个6角须弥座，束腰处有承重立式，须弥座上还有镂空雕饰，正面恍惚有一条金龙，其余皆为花朵。主佛背后的圆光区域内均是牡丹花浮雕，或有花开见佛之意，而它外面则是我们熟悉的火焰纹背光。两侧的胁侍菩萨分别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其造像均是头戴宝冠，胸佩璎珞，其眉间白毫俱已脱落，掌中似乎持有法器，但如今已经消失不见。这3尊造像合在一起，便是我们熟知的西方三圣。然后我们来看背面的造像，正中间这尊金色的造像是为渡海观音，观音头上除了宝冠之外还戴了风帽，胸前仍佩璎珞，身上除了半毯右肩袈裟外还加披了长巾，脚踏一朵祥云，云下则还有一条龙承托，脚下躬身相迎的则是善财童子。另外你发现没有，这背景的海浪给做出了近大远小的效果，一下子就有了立体感。观音的左右两侧则各有一尊明王造像，明王是佛与菩萨的愤怒像，所以面目狰狞。其中一尊明王的头部便是黑神话悟空里怪物头部的取景地了。有人说他是君图利明王，但我未找到文献出处，故暂不下结论。至于游戏中怪物的身子，则是从高平铁佛寺取的景，等到了那边再细说。再往下则有木栅栏，看不清楚了。我找了个没栅栏的网图，发现这个位置原来是龙王和龟丞相，而最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奔波坝。下面我们来看两侧的造像，这两侧的造像则是4大天王与18罗汉。4大天王很好认，持琵琶的是持国天王，持剑的是增长天王，持伞的是多闻天王，最后一个是广目天王，其余则是18罗汉。这些元代罗汉造像的头至少有10个被倒割过，如今虽然已经复原了，但仍不如原版的更加传神。最后我们来看殿内的梁架，上边的平梁和4川符都很平直，暂时看不出年代。6川符露出犄角了吧？这画面一眼元代，嘎达溜秋的拿来就用，也不知道他们哪儿淘回来的。它不仅前后粗细不一样，甚至前后结构都不一样，前面用了丁符，后边直接上了一组铺座，而且6川符也搭在这儿了，4川符压着乳符也搭在这儿了，可见下方的金柱承受了多少重量。至此我们就看完了殿内的全部陈设。刚才光顾抢时间看殿内了，殿外是一眼都没看，现在我们补上。首先从门口能发现2块咸丰碑，左侧是施工单位领导名单，右侧是
捐款人名单。门口另一侧2块碑没写年代，猜测也是咸丰碑。右侧是重修碑记，左侧是捐款名单，靠上的大字则是赞助企业名单，他们比个人捐得多。廊下还有3块碑，中间清晰的是咸丰碑，左右的没写年份，猜测都是一组的。而左右两侧的小配殿现在是归做数字化的工作人员以及文保员使用。看正殿门口这线牌，就是数字化设备所用的电源。再往后退几步，能看到上方的智慧清凉海5个字，但看前方的柱头铺座，这真是元代建筑？我读书少，不要骗我。不过侧面这曲了拐弯的梁架以及背面的梁架倒是挺有元代建筑不拘小节的味道。当我绕到后边，并且站在更远的地方看，才看到此殿面阔3间，算上副阶就是5间。结合刚才观察梁架的结果，判断进深为5间6船。屋顶为重檐歇山顶，如果要看山面的彩绘，得站到院子外边才能看见。不过现在看到的铺座终于有了元代应有的样子。现在我们来到后院，其两侧配殿形制相同，均是面阔7间，屋顶为单檐硬山顶。然后我们来到正殿区域，其下层区域面阔5间，内中有3个窑洞，据说里边供奉着3世佛，但是我凑近窗户看了看，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个事儿。然后我们走上侧面小洞的台阶，登上2楼，这是福圣寺的藏经阁，目前已经不再开放了。两侧的小配殿均是很新的砖瓦小房子，除了附近的小鸟之外，就再无几个访客了。透过玻璃往里看，没看到藏经阁里有经书，倒是看到了一处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至此，我们就逛完了福圣寺的后院。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钟鼓2楼，这2座楼差不多全是砖结构，而且旁边还有台阶，但目前都不让登临了。再往外走，就来到了天王殿。此殿面阔3间，屋顶为单檐悬山顶，画风一眼明清。殿前侧躺着一块青碑，而另外的2块碑，左侧太模糊了，认不清楚，右侧是一个1961年的古碑。殿内原有造像，但如今是空的，可能是因为4大天王搬家搬到正殿去了。另外这3架梁怎么这么大弯啊？这别是元代留下来的老梁吧？当我退回门口的时候，如果抬头看山门，就能看到范公平汉4个字。低头往下看，看到一块明弘治年间的重修南殿碑，附近还有清嘉庆年间的村社碑，还有民国年间的重修碑，以及一块1961年的碑。它后面署名是侯马氏，因为1958到1962年侯马氏地级市，新疆在他管辖范围内，所以才会这么写。现如今，侯马已成为临汾治下的县级市，新绛县则归运城所有。大半个世纪的变迁，不过若干日日夜夜，几场分分合合，在懵懵懂懂之间留下洋洋洒洒的往事。但福圣寺的古老遗存，终归是穿过了变迁的岁月，一路留存至今。它是过往历史的见证者，只待我们前来将这被尘封的史册翻起。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成，一起旅行。